难向前冲。团结友情，忠诚见证。We kick for the goal。足球划破了天空，梦想在中场启动，战斗唤醒了沉睡的潜龙。斗志在血液涌动，点燃不灭的火种。同一个梦在我们的心中。不怕暴雨和狂风，雨后总会有彩虹。路再崎岖也只有我掌控。总是挫折不放空，拼至最后一分钟。再次进攻，再次进攻，再一次进攻。儿子，我一直坚持用圆心旋风秘阵，都是因为你妈妈。我把见不了你妈妈最后一面的遗憾藏到了心底。好，为了你和妈妈，我们一定要赢这场比赛。转向、漂移，再加快速度。终极圆心旋风秘阵。这两父子怎么会突然之间变得这么合拍？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上阵不离父子兵吗？父子兵。剁手！二重旋风水龙卷！我终于赶到了，准备起脚！父子兵，父子兵！我想到破解旋风秘阵的方法了。流星上啊！严厉盘球！加油！加油！加油！爸爸赶来看我比赛了。流星，这个球一定要进，还要进得超级漂亮！世足，这场球才真正显示出你们的实力。正在举行的英国球会杯出现了一匹非常瞩目的黑马，此前并无名气的球队史迪克竟然连续爆冷，成功晋级16强。这次带领史迪克队接连取胜的进球功臣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替补球员艾菲尔。又是艾菲尔啊！他已经为史迪克队射进了2球了，这次他又会怎样呢？多年来一直担任替补，在转到史迪克队后，突然发挥出惊人实力，令全球球迷刮目相看的艾菲尔，继续展现出了令人震撼的球技啊！他怎么能这么厉害呀？无论力量、速度、技术，是啊，我们无论如何都拦不住他呀！艾菲尔的足球技巧简直是超乎常人呐，快、准、狠，完全是一线球员的水平，已经有多家球会向他招手了。艾菲尔晕倒了，发生什么事了？博士，艾菲尔晕倒了。现在是一段超智能足球世界大赛的新闻。H 组的英国3狮队凭着领队尼尔逊的经验和巴菲斯的精准计算，毫无压力的连胜2场，以小组第一出现。B 组的德国银河队领队连氏更是以大比分击退2个对手，成功以小组第一出现。D 组的葡萄牙蛇蝎队突然派出了新领队出场，成功突围出线。而 C 组方面，法国心跳队2胜1平，成功以首名出线。而最后一场中国赤足对西班牙斗牛队的比赛即将进行，两队要凭这场比赛争取最后一个出线席位。从积分表来看，斗牛队出线几率更大，先赢意大利威尼斯队，再和法国心跳战平，2场共得4分。而赤足由于之前对战法国心跳失利，只在与威尼斯的比赛中拿到3分。目前斗牛队比赤足队多积1分，所以这场只要平局就能以小组第2出线，而赤足队就算战平也将无缘淘汰赛，真是名副其实的非胜不可呀！以上就是超智能足球世界大赛的战况报道。不退后，往前冲，把世界握在手中，不低头，逆着风，在雨后会有彩虹。现在就去奋斗，让
界看到英雄，来他们点亮心中，坚持就能成功。上半场45分钟里，斗牛队始终没有大的攻势，看来他们一直在等待时机，没有十足的把握，都不会轻举妄动。奥尼，快点跟我们说一下，他们到底打算做些什么呀？其实，他们就好像斗牛勇士在等待时机一样，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打法。不过这场球的分析，我交给了洋葱负责。洋葱，资料我都整理好了。你没事吧？没。洋葱，你来分析一下你所找到的资料吧。是，师傅。据我收集来的资料，他们现在这个完全不攻击的打法是他们的其中一个战阵。不攻击也是战阵。是斗牛阵法。阵法的特点就是一直将球留在后场短传，冻结整场球赛，吸引对方过半场抢球。等到有时机或者对方露出空位，他们就会以极高的速度进行突击，就好像斗牛一样。利用红布吸引蛮牛，以求得到一击毙命的一刹那。哇！他们传球的节奏感真的很好。奥尼不愧是音乐家，光看踢球就可以看出他们的节奏。由勇士乐团5名成员组成的斗牛队，可以说是欧洲超智能足球的劲旅。不过他们通常以较小的比分胜出，平均每场只进1球，只会偶尔打进2球。这个比分和他们看准才进行攻击的模式很有关系。斗牛队每个领队都很喜欢音乐，他们是一支能将音乐造诣和指挥技巧融合进球员球技的高水平球队。分析得很好，简直有奥尼的风范。不过，我想补充2个重要的信息。第一，他们的斗牛阵式里面有一招叫狂牛碎步。是哦，瑞典王者3个人完全碰不到球，而斗牛队的盘球步伐好像有点怪。除了盘球的方式之外，还有第2个重要的关注点。奔牛进攻。这个就是奔牛进攻，是由斗牛阵势转守为攻，以咆哮为重心，发出高速的撞墙式射球，叫做奔牛射球。这个撞墙式互传产生的射球速度很快，而且力量非常强。从镜头上看，这是个极快速的反弹再轰出去的射球。哇，这真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射球啊！师傅，对不起，我把这个重点漏掉了。不用对不起，你第一次做分析已经很好了，只是太注重文字资料，少了些观察而已。没错，这些观察分析的工作还是交给奥尼和高迅做吧。我们应该把握时间，做一些更实际的。做什么呀？练球。哈哈！哇，厉害呀！洋葱，亚洲赛之后你真的进步了很多。我也觉得是呢。没有了，要谢谢大家一直在帮我练习。
请射球。不用失望啊，洋葱，这一招是新招，可能你没适应而已。但是不可能在比赛里每一招都见过呀！如果每次都要见过才能接到，岂不是永远都会丢球？那也对，所以奥尼这么棒，就是因为他的鹰眼，每次都能做到这一点。终于抢到了！抢到了什么？西班牙斗牛队在咖啡厅开的小型演唱会的票啊！什么小型演唱会啊？奥尼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所以想去看斗牛队将要开的演唱会，我就去抢座位了。哇，好多人啊！我说是赤足队要来看才拿到的。这张就是定位确认书了。高迅先生、花王先生、肥宝先生、猫猫小姐、奥尼先生，咦，没有名字了。那洋葱呢？不对啊，我明明说是赤足队整队都去看的呀。我订了演唱会的座了，不过他们算漏了洋葱了。没关系，今晚我去不了了。维也纳皇家音乐学院的德国钢琴大师莫桑临时来了法兰克福，他是一个值得一见的人，所以我要去拜会他。啊，那你不去了呀？我答应了妈妈，要同时兼顾超智能足球和音乐。洋葱带我去吧，多留意观察一下斗牛队，有助于揣摩他们是用什么方式踢球的。哇！这里毕竟有其他人，吃相可以稍微好一点嘛。你不明白的，不这样吃，这些食物会觉得你不尊重他的。斗牛勇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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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牛勇士。耶！大家是不是都很期待呢？第一首歌《超智能足球闪电》。往前冲，把世界握在手中，不低头，逆着风，在雨后会有彩虹。现在就去奋斗，让世界看到英雄，来他们点亮心中，相信就能成功。闪电劈开了天空，耳边呼啸着狂风，不要被困难左右，未来在向你招手，一直走，不曾回头，绝不在原地等候。闪电是我的节奏，胸中力量在嘶吼，不退后，往前冲 ，Just do your best to win， 不低头，逆着风，不停止追寻的梦。现在就去奋斗，让世界看到英雄。听歌而已，也可以一边听一边吃啊。奥尼叫我多留意对方，我一定要认真听。哎呀啊！这摇滚乐也蛮好听的。怎么你摇的跟别人不一样呢？为什么这么多人的拍子都错了呢？认识了高迅这么多年，现在才知道他原来是个拍子盲。好，我想将下一首歌送给我们下一场超智能足球赛的对手赤足。尤其同样是音乐人的奥尼先生。这位先生，请问你是？我是赤足的洋葱。赤足的洋葱？不好意思，请问你是负责打哪个位置的呢？替补。但是这个座位是给赤足的奥尼的哦。他也是赤足队的球员，为什么不能坐？我们赤足是六人同心，别想离间我们。他虽然是替补，不过我们赤足队
每个队员都各有所长，同样重要。没错，洋葱和我们是一样的。虽然他是替补，连1分钟都没出场过，但是替补不一定代表真的很没用，只是代表不是正选而已。对。大家不要误会，洋葱先生，你坐那里也没关系，只是我们今天特地带来这首新歌，打算送给同样热爱音乐的奥尼先生。我们代表奥尼，谢谢你们。他跟我说了，我会替他把食物全吃完的。失礼了各位，接下来我们的新歌《超智能足球最极限》。我都要冲在最前面，勇敢挑战无法衡量的最极限，不在乎风下着朱颜，我都要奔向最远点，坚定捍卫我们毕生的信念，不需要彷徨失措，要拼出一个结果，潇洒着痛快拼搏，点亮了胜利之光，冲破极限不会远，成功一刻在眼前，信心百倍，心中热血永不改变，超越极限就现在，所有障碍全抛开，豪气万丈，壮志满怀，永不言败。我们回来了！这么快就回来了？演唱会好看吗？有什么好不好看的？唱的歌我们都不会。和莫桑先生的会面怎么样了？他很忙，只用了5分钟来见我。我在他面前弹了一首歌，他说会给我些意见。这么香，有东西吃啊！高林姑姑，师傅，我好想你啊！姑姑，你怎么会来德国啊？我特地从上海飞过来支持你们，谁知道吃了闭门羹，还好奥尼早回来给我开了门。菲宝的胃容量真的是一个谜。刚才我看到一些奔牛进攻的端倪，现在跟你们说一下。这招奔牛进攻的确非常难以捉摸，他们就好像西班牙的奔牛节那样，一群狂牛在街上狂奔，根本不可能掌握他们的方向。奔牛正式进攻的时候，他们会在球门前奔跑，直到找到空位射门为止，不会回头。更重要的是，他们平局都可以拿到分，所以我们也需要一个攻守兼备的阵势。我想利用核能在中轴线以全方位拦截的步伐前后兼顾，紧守中路。中轴线全方位拦截的步伐，核能会保持在中轴线的位置，由自己的禁区上方到对方的禁区上方，稳守中路，也就是这样。而乾隆和流星就留在前场，随时发动攻击。重点是核能，核能在中轴线留守，策动攻击。如果攻击失败，就可以立刻回防，阻止咆哮在奔牛进攻中传球给贝斯、混合和扩音。就是说，核能可以在中轴线上保持球赛的控制权，随时转攻为守或转守为攻。所以防守的是银眼铁甲和半个核能，而攻击就是乾隆、流星加上另外半个核能。你们两个真是很有默契哦，怪不得能打进超智能足球世界大赛。现在的赤足真是越来越成熟，高迅反应又快，奥尼又那么冷静，花王速度又快，肥宝防守又好，猫猫打气又棒，洋葱你现在打什么位置啊？替补，很重要的位置啊，万一其他人没电，你可以接电给别人嘛。姑姑，我们可不是遥控跑车啊。
哥哥，什么事啊，小聪？我觉得自己好像很没用，出场的机会都不多。超智能足球是团队合作的运动，你没有出场不代表你没有付出啊！只要你是赤足的一份子，你就有功劳。但是我还没有机会出场，什么忙都帮不了。那你就尝试着多观察、多思考，在出场之前做好准备。多观察、多思考，我尝试下吧。来吧，流星，双子星射球！但是不可能在比赛里每一招都见过呀。如果每次都要见过才能接到，岂不是永远都会丢球？那也对，所以奥尼这么棒，就是因为他的鹰眼，每次都能做到这一点。赤足的洋葱，不好意思，请问你是负责打哪个位置的呢？替补。你现在打什么位置啊？替补。替补，好重要的位置啊！万一其他人没电，你可以借电给别人吗？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只是因为4个孪生哥哥喜欢玩超智能足球，我才玩的，但完全摸不到其中的精髓。直到奥尼师傅收我为徒，以为完全追随着奥尼师傅的方向就会成功，直到被高迅提醒，我开拓了新的视野。当时的我真的很开心，以成为赤足的一份子而自豪。但是事实证明了，我没有资格做赤足队的领队。肥宝、花王、猫猫、高迅，还有奥尼师傅，真的对不起。我觉得我是时候要退出赤足队了。超越自己，你才能够真正体会精彩。放弃成败，才能去赢得更好的未来。别怕挫折磨练胸怀，小河能汇成大海。绝地反击，天生我材，汗水变气概。我们的锐气将势不可挡，下一个目标在前面方向，释放出年轻的无限能量，梦想不停航。别怕挫折磨练胸怀，小河能汇成大海。绝地反击，天生我材，汗水变气概。各位战友，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带球弹跳的方式好怪，我找不到路线。弹跳，可能被4股强大的力量撞开了。这个就是奔牛进攻。肥宝，这次可就看你的了。铁甲，快点挡住他们！军舰铲球。原来这个射门快并不是重点，重点是力道。